如何避免茄子过度吸油？怎样在烹饪中保留颜色？各种茄子都有什么区别？大家好，我是阳光，今天咱们来吃茄子。茄子紫色的来源是花青素，这是一种水溶性的植物色素，但是它的性质非常不稳定，对 pH 值、水分、热量都很敏感。花青素变色的机理非常复杂，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看看这篇2021年的论文。总结起来，对家庭厨房有意义的护色方式，首先就是在低氧的状态下，尽快让茄子中的氧化酶失活。有3种方法，首先就是焯水，水开后放入茄子，盖盘子或者是滤网，让茄子不要暴露在空气中。第二就是蒸，在完全上气之后放茄子，然后立刻盖锅盖，全程保持大火，同样是为了避免接触空气。第3也是最方便的微波法，茄子盖保鲜膜，戳孔之后高火3到4分钟。这3组样本来自同一根茄子，熟度都差不多。相比之下，微波的护色效果最好，清蒸和焯水差不多。质感上蒸的最饱满，但是因为花青素是水溶性的，焯水板有不少颜色都流失到了水中，还把茄子肉给染色了。而微波炉里花青素无处可去，所以颜色最浓郁。用微波法要注意不能过度加热，否则茄子会有点干。第二个护色方式就是改变 pH 值。理论上，把茄子在浓度3%到5%的白醋水里浸泡，可以有效提升花青素的热稳定性。但是我实验发现，泡醋好像对我这批样本没有显著作用，跟对照组比起来区别不大，还是预熟法更靠谱，能有效阻止黄色的出现。最后就是要注意烹饪时间，花青素的稳定性还是比较差的。如果长时间的炖煮，无论采用哪种护色方法，茄子皮都还是会褪色。大家要注意，茄子除了表皮在烹饪中变色，切面也会氧化变棕。这个只要泡在水里，或者是覆盖保鲜膜就可以了，很好解决。就像海绵吸水一样，生茄子也可以吸收很多油脂。100克的去皮蟹丁给30克油都能完全吸走。软它之后，的确会再吸出一部分油脂，也就是所谓的吐油，但量不大，目测不到10%。茄子之所以吸油能力很强，主要源于它内部的多孔结构，这些孔洞可以容纳很多的油脂分子。避免茄子吸油的核心思路就是提前破坏多孔结构。第一个方法，茄子加盐杀水，原理是盐提高渗透压，造成海绵结构的细胞脱水，质壁分离，于是这个多孔结构就塌陷了，所以杀过水的茄子就不会过度吸油。第二个思路就是记住一个原则，只要你不加油，茄子就无油可吸。所谓茄子不过油就不好吃的论调，根本就是无稽之谈。只要熟度到位，凉拌茄子、垒椒茄子皮蛋都是少油又美味的做法。炒或者炖的菜，茄子蒸熟或者微波预熟，辅料单炒，再把茄子混进去融合风味，就完全可以避免茄子过度吸油，同时还能保持颜色，一举两得。茄子的品种很多，市面上能买到的主要分为3种，其中圆茄子的皮相对厚一点，内部也比较扎实，经常去皮使用。长茄子肉相对软，而线茄子最易软烂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偏好来选择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各种形状和颜色的茄子都可以尝试。对于茄子的菜式，大致可以分为冷吃、炒炖和油炸3大类。思维路径首先就是确认是否需要预熟，第二就是是否需要保持颜色。蒜泥茄子、垒椒茄子都属于冷吃，这类菜肴都必须有预熟的过程。我建议微波炉或者大火蒸熟，无论是先切条还是整根预熟再撕成条，这2种做法都能适配，还能保持比较漂亮的颜色。对于垒椒茄子这种不追求紫色的菜，很多地区的做法是用炭烤，我们在家可以用空气炸锅或者烤箱，也可以蒸完再避去多余水分，免得垒好之后出水。炒炖类的菜肴是茄子做法的大头，例如肉末茄子、烧茄子、咸鱼茄子煲等等。这类菜肴是否预熟均可？如果茄子皮的紫色对你比较重要，我建议还是微波或蒸熟，炒好辅料和酱汁，勾芡，再加入茄子，翻炒2分钟，风味融合均匀就可以出锅了。如果你不在乎颜色，或者希望煎出茄子的焦香，那就加盐杀水5分钟，洗掉盐分，再把它当成常规蔬菜正常炒就行了。对于油炸类，避免吸油的方式就是挂粉或者裹糊。例如风味茄子，我建议改刀后过一下淡盐水，这样更好挂粉，再多次撒粉抓拌，到这种没有干粉又全部挂满的状态才到位。油温一定要够高，180度下锅炸，茄子分批次，避免油温降得太低。这样密集的气泡说明水分在往外走，就能顶住油不往菜里进太多。泡小了捞出，升油温再复炸，直到听起来非常酥，就可以裹料汁上桌了。好，关于茄子的内容就到这里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相信科学，享受生活，我是阳光，咱们下期再见。